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塞尔达传说初代》高清版。今天是第3期，咱们去收集一下大地图上的道具，然后攻略5号和6号迷宫。咱们的进度已经很快了，前2期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咱们已经收集了大地图上大半的道具，以及攻略了4个迷宫。今天最好能够再攻略2个。我现在要去拿2个血量最大值的上限，因为现在血量最大值上限是10个，再收集2个之后，这2个呢都比较好拿，拿完了就可以去拿大师之剑了。拿大师之剑之前需要拿到力量手镯，这个在上期的结尾我提到了在什么地方。而且呢，咱们拿到这个手镯之后，就可以使用传送门系统了。刚刚掉血了，把血补满。现在呢，拿到了一个最大值，又掉血了，我这血能不能满了？好，就在这里。这样的话，血量最大值上限就是12格了。咱们去找力量手镯，地点呢，昨天已经跟大家介绍了。因为上一期咱们拿到了梯子，可以过1格的河流，这样地图的西北侧就都可以去了。现在需要从整张地图的东北到西北。几乎是横跨了整片大陆，但实际上走个30-40秒也就到了。拿到这把剑之后呢，咱们的攻击力就已经很高了。好的，过河。先奔力量手镯，它藏在一个雕像的后边。左边人太多了，咱们往下走吧。好的，力量手镯到手，这样去拿剑。拿剑的位置呢，昨天去拿钱袋也路过。又碰了我一下，没关系啊，咱们拿完剑之后呢，需要回老家，这样在路上可以把血刷满。好的，剑到手。然后呢，咱们回到老家的位置，路上我已经把血刷满了，其实只掉了1格半。在这儿利用力量手套把这推开，这样就可以走传送门了。机器猫的任意门，小的时候看还不叫哆啦 A 梦，叫机器猫。这样咱们去5号迷宫，这里有个石阵，咱们一直往北就能到这个迷宫了。其实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呢，拿到的卡带叫做《东方传说》，地上汉化的。当年的地上给游戏起名字真的是够能扯的。这里这些兔子，使用弓箭克制它们。给了咱们一条信息，应该是提示咱们 BOSS 惧怕某种声音。后面这样的关卡我就不记了，因为实际上克制 BOSS 的方法呢，咱们现在已经都知道了。木乃伊身上有个钥匙，咱们现在的钥匙已经10级版了，其实足够了。把这边炸开。
这个木乃伊身上有雷。其实这个高清版呢，大家仔细观察墙壁的话，就能发现能炸开的地方呢，它是有裂痕的。这种骑士正面打不了，而且很多道具呢对它都没有效果，所以说最好咱们使用剑，从侧面和后面来。我还是最喜欢从后面来的。推开这个石头，就可以走这个地下密道了。密道也不错，给地图呢增加了复杂性。好的，拿钥匙，炸门。这里需要花100块钱，这100块钱是干嘛的呢？是增加咱们的炸弹上限的。所以说最好还是来拿了。这个地方又一堆骑士，看起来他们也想进密道，咱们需要把他们打倒，这样咱们就可以自己进了。竞争对手啊！大石剑还需要打2下，后面出现用大石剑可以打3下的敌人。抓走了一个小妖精。笛子，笛子的作用呢是克制本关 BOSS。另外，如果在大地图上进行吹奏的话，它会给你带到各个迷宫的门口。具体是哪个呢？根据你现在所在的迷宫的位置，还有你面部的朝向来决定，给你传送到哪个迷宫的入口。这个规律大家可以自己去试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吹奏这个笛子之后，这个笛子呢会先刮过来一股旋风，旋风碰到你之前，如果你离开那个位置了，比如说被怪撞了，那这次吹笛子就无效了。它这个笛子的效果让我想起了马里奥3代的笛子，玄关那个。好的，这是3个第2关的 BOSS。这个 BOSS 呢喂他2个炸弹，他吃掉之后就把自己炸死了。或者呢，你炸他一下，然后砍一剑，也能够干掉。这款游戏的 BOSS 呢都比较菜。清一下怪，咱们图拿了，没拿指南针呢。上一期有一个迷宫，有小伙伴提醒我说：“大叔，有一个迷宫你没拿指南针啊！”我有一点过于赶时间了。其实没拿指南针，没拿图也能过关。又一个钥匙，钥匙越打越多呀。这种红色的骑士呢，就一下。清完他们之后，拿到了指南针，这样咱们去奔 BOSS。把这屋照亮。这个 BOSS 大家有一点心理准备啊，相当难打了，非常恐怖。我先把笛子掏出来。然后当然敌人是不会给你吹的了，你只能自己吹。好，吹个笛子，1下2下带走它，拿走了血量最大值上限，这样这个迷宫就通了。这个 BOSS 太难打了，居然挥砍了2剑。好的，回到传送站，这样进下一个门，然后向下一个迷宫前进。这次呢是6号迷宫。
5块钱拿走。好危险啊，差一点就掉血。这里先向右走。上面的门呢，如果你进去了，会给你提示信息，提醒你呢 ，BOSS 怕弓箭。这里我就告诉大家了，所以咱们就不用进了。这种黄色的法师，他发射的魔法呢，现在用咱们的盾可以挡。后面还有一种蓝色的，蓝色的用大石剑都需要砍3下，而且呢会 TP， 很难对付。好，这张图需要清场。这个地方呢有几种敌人。黄的法师咱们见过了，蓝的呢是新怪，非常强。地面上那个像史莱姆一样的罐子，可以把咱们套住。最后这个骷髅头呢，被骷髅头碰到是不掉血的，但是会在一小段时间里让咱们无法挥剑。当然只限本张图，咱们切图就完事儿了。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不长。咱们指南针先拿到了，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了。好的，这里拿地图。好，这个位置呢，如果咱们把右面的墙炸开，会给咱们提示一小段信息，关于第7个迷宫的位置。但是位置咱们已经知道了呀，下期给大家演示。这几个怪我打起来相当谨慎，因为他们打人太疼了，一下我1格血就没了，2格。有良心啊，给咱们补上了。进这个密道，这里呢是魔杖，这个魔杖呢可以远距离进行攻击。如果呢咱们被地图上的那种骷髅碰到了，不能挥剑了，那就可以使用这种魔杖进行攻击，算是弥补一种攻击手段吧，而且它是远程的。刚刚那张图没有怪了，撞咱们也无所谓了。这里需要清，清完之后呢，右边的门就开了。又是一个需要清怪的图。攻略完6号迷宫呢，咱们的迷宫蜜月期也算是结束了，因为后面的迷宫呢要比这个流程长一些，相当于现在这种迷宫的2倍左右吧。最后最终迷宫相当于3倍。进这里的密道，离 BOSS 不远了。这个 BOSS 呢比上一个 BOSS 简单一点，真的只是简单一点，因为上一个 BOSS 呢咱们需要挥剑2次才能把它干掉。那这个 BOSS 呢需要1剑，所以说它真的比上一个 BOSS 简单一点啊。这样又攻略完成一个迷宫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